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艺术品贷款市场蓬勃发展，富裕人群以艺术品作为抵押品借贷，以获得流动资金而不必出售藏品。随着市场增长，大型华尔街公司通过增加人员和向客户推销服务来扩大业务，以吸引和留住富裕客户。下面这条，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提议禁止食品供应商和杂货店哄抬价格，以降低住房、药品和食品成本。目前尚无哄抬价格的严格定义，但通常是指在供应链中断后出现的价格上涨。下面这条，软银集团支持的3家印度公司在孟买成功首次公开募股，股价大涨。这位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计划大力投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软银集团最近业绩令人失望，但这些印度首次公开募股的成功缓解了投资者的担忧。下面这条，亚洲公用事业股成为投资者的意外喜爱，押注其今年的突出涨势有望进一步上涨。支持该行业2年亏损后的蓬勃发展的因素是支持性的地方政策和围绕人工智能的热潮。下面这条，印尼将在婆罗洲岛偏远丛林中举行尚未建成的未来首都开城仪式。资金不足、延期竣工以及国家领导层更迭给这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项目带来了负担。下面这条，美国一家家禽加工厂因一名16岁男孩在工厂清洁机器时被卷入死亡，与美国劳工部达成和解，需支付164814美元的罚款，并加强安全措施。下面这条，标准普尔将优步的信用评级上调至投资级，原因是其持续的收益增长。优步的债券评级由垃圾级最高评级 BB 加上调至投资级最低评级 BBB。接下来这条， Tempur Sealy 计划收购 Mattress Firm 以消除竞争，合并后将拥有3000家全球门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已对该交易提起诉讼，以阻止其完成。下一条，印度尼西亚在努山塔拉未来首都举行独立79周年庆典，但由于施工进度落后，新的首都何时启用尚不确定。下一条，英特尔股价今年暴跌，引发社交媒体关注。零售商买入大量英特尔股票，使其成为第5热门股票，吸引 1.62 亿美元进零售购买。用户因英特尔市值低和市盈率低而押注其长期价值。下一条，比尔·阿克曼在大幅下跌时以优惠价格收购了耐克股票。Pershing Square 在第2季度斥资 2.29 亿美元购买了300万股。2024年上半年，耐克股价下跌近 30%， 阿克曼此前就持有耐克股票。下面这条，英国经济步入黄金时期，通胀放缓，就业增加，经济增长健康，这为英格兰银行和基尔·斯塔默政府创造了更舒适的环境。下一条，超微电脑公布2024财年第4季度业绩，收入大幅增长，但利润率下降，导致股价下跌 20%。 公司宣布10:1股票拆分，但表示股票拆分不会影响公司的基本面，不太可能让股价走出困境。下面这条，由于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的民意支持率上升，前白宫通信主任表示市场再次走高，并预测特朗普未来81天将坎坷。最后一条，投资名流 Kevin O'Leary 批评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认为其经济政策导致明尼苏达州经济下滑，高税收政策导致人口流失，更有利于德克萨斯州等低税收州。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